符离州，人界与妖界唯一接壤的边境州治，阴阳门开启的第7年。沈爵，27岁，人族异素，今日上任第6日。50万两白银归我。太湖龙王案今日开庭，有请双方当事人及律师上场。按民政典护律第15条，肃静，沈颂诗不许讲话。下不为例。被告，你快点变小，弄塌我的宝贝公堂，我要你好看。下不为例。松烟无私。被告继续说吧。父王临终之言，这一切交给你了。按人界律法，此为口头遗嘱。我反对。按民政典护律第15条，口头遗嘱需2名以上见证人在场。交王的这份，现场只有被告1人。全城百姓在留影柱上看着，几千万人作证，怎么就没人见证？在场才行。留影柱里播的可能是幻术。那也得给我留一半，我是嫡长子。法定继承，遗产由所有继承人均分。那么25万两归娇卵，25万两归被告。不，我还是反对。王仲师，不要太贪心。大人，这枚娇卵可能是双黄。你才是双黄，你全家都是双黄。没听过，不代表没可能。沈颂诗空口无凭，若无凭据，本堂便以藐视公堂之罪。证据拿出来！我的33万两！有人偷听审判官！证据不就在我怀里？又是妄加催策的那套词。如果我没说错，敖世子，你刚才干嘛要冒天下血之大不韪，当着全城几千万百姓的面，在公堂上谋杀你的亲弟弟？对啊，敖内兰可是高阶蛟龙，刚才那声咆哮明明是冲着原告袭去的，他一定是早就知道里面是双黄，他想杀人灭口，独吞50万两。天哪，太狠毒了，连没出世的亲弟弟都放过。我没有，我不是，你们别听他血口喷人，本世子刚才只是袖口发闷，想吼一嗓子，绝无残害手足之意。肃静！沈颂诗，公堂之上讲究的是真凭实据。敖世子刚才举止确实失当，但你的说法也只是推测，若无铁证，如何让人信服？大荒交王一脉，每逢3000年便有双胎降世，双胎共处一壳，灵力双倍。降世前数日，胎动频率异于常态，受外界惊吓，则通体犯赤，此乃双黄之兆。放屁！简直是放屁！本世子活了300年，从来没听过有什么志怪录，更没听过什么双胎篇。你随便编本书就想糊弄谁？沈颂诗孤本不为证。我作证，那本书是真的，我也读过，里面还写了蛟龙生双黄，一青一紫，可漂亮了。哪来的野狐狸？你再敢多说1个字，我就剥了你的皮作为符！你胡说，我没有。可怜的龙宝宝，亲哥哥恨不得他去死，还不许外人关心他。你的心怎么这么黑？那本志怪录我也看过，没错，不仅有双黄，还有3黄呢。老身也作证，老身家里那本《大荒产后护理》里也提过这一句。本夫人也作证，那书是真的。我也看过，我也能作证。疯了，全疯了！大人，他们串供啊！肃静！沈颂诗讲书呈上，本堂要亲自查验。那小蛟龙日食鲜肉至少100斤，如果判的少了，慈幼院归特别推广府直管；如果这案子判少了，养不起，到时候这每日上百斤零售鲜肉的亏空，只怕就得从大人您衙门的公款账上往外掏了。您总不想看着推广府的钱袋子被这小祖宗硬生生吃破产啊？让他赢。说完了，他已经赢了。大荒交王遗产50万两，原告交卵，共计33,3300两，即刻划拨慈幼院暂管。被告敖怒兰领得上余33万两，提成2成。师傅，我刚才配合的棒不棒？谁是你师傅？沈大总师在福离州
公堂上伪造证据算什么罪？你也给我做证。我那是为了给龙宝宝一个公道，你呢？行，不过我可告诉你，出卖师傅、欺师灭宗也是大罪。谢谢师傅提醒，有些事儿我早忘了。想要我的钱，门都没有。敖纳兰，早猜到你不死心。那你还敢一个人来？你真凶！沈大扫尸深夜诱捕现行犯，这笔功劳锦衣中收下了。义肃上任第6日就办成一件大案呐，全福利州你是头一个。别提了，要不是苏翠玲，差点穿帮。小妖精帮你一把，就多了个师傅；我也帮你一回，有什么奖励？奖励你的，明天还有案子，我先走了。师傅，我今天官司赢了，32万两，一文都不少，全花给慈幼院了。赢了敖怒兰，你便觉得自己算个合格的讼师了？师傅，我做错了吗？有些案子输了会更好。真的是双胎，快通知衙役！这2条小泥鳅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当然是我送过来的啦。罗一鸣，你脑子坏掉了！案子都结束了，送走，赶紧把这2只饭桶给我送走。 2次救命之恩，小东西好像跟你建立了感应，除了你谁都不认。我还没结婚呢，就有2个儿子，还是卵生的。沈大总师，冷静点，你可是签过字有法律效用的，自己签的总不能赖吧？当时光顾着看提成后面的零了，这可是2个饭桶啊！放心，每天200斤精牛肉准时送到，花不了你的钱。小青椒吃便宜的鸡肉鸭肉，贵的牛肉拿去卖，老娘发财了！师傅，后院炖肉的砂锅洗好了，肉呢？来了。让开！快让开！马惊了，拉不住了，拉不住了！沈大扫尸，对不起，没关系吧？撞得这样没关系。不是，我是说损失慈幼堂报赔，没关，这是意外，都怪他。啊！本姑娘门都没出你。不是你，是你的话。死无赖！他们毁我清白！目无法发，烧了！当街毁坏私人财物，可是要赔的。未经允许，明目张胆挂在大街上，你还想要赔偿？谁说我没有得到允许了？苏长风是谁？我爹，你见过我爹苏长风？他人在哪儿？他失踪整整3年了，告诉我他到底在哪儿？他拿了定金，按了押，这买卖就成了。老子管他去哪里！他什么时候签的合约？几天前了，合约上有日期。老子的合约合法有效，你们2个当街烧了老子3000银子买的画，恶意损坏私人财产，你们等着衙门的拘卷吧。合约几天前签的，他一定见过我爹。他咬死不说，你怎么办？只要赢了这场官司，面对巨额赔偿和你父亲的下落，他自然知道怎么选。我听说老板好像号称福利第1讼师，更好。我最喜欢挑战这种老前辈了。放手去打，若赢了法，我用拳压他。用拳压他？一个黄毛丫头，我几句就搞定了，还用得你出手？
万有才有合约为凭，你所谓侵权从何时起？哼！万老板，你可知我当事人苏翠玲今年多大了？顶多16、17岁。按民政典规定，不满20，父母自然有权代签其生计契约。老子跟他爹签合同，合法合规。妖不可貌相，苏翠玲是青丘仙灵，今年123岁。不可能，这小狐狸细皮嫩肉的，哪里像100多岁的老婆太婆？你觉得100多岁很老吗？老娘92，是不是该进棺材了？我们100多岁正年轻呢！安静！扰乱公堂是重罪，重罪！人，你瞧瞧啊，这哪里是公堂，这分明是废物！你这个臭慢点！他在大堂上指桑骂槐，故意煽动无知人群，关扰乱法，请他严惩！万老板，姑娘们明明是被你那句老婆子煽动起来的，怎么你自个儿嘴贱捅了马蜂窝，倒要本素师替你挨这顿蛰？够了！公堂严肃之地，不许互相攻击推诿，再有犯者，一律乱棍赶出。大人，青丘仙灵族寿数千载，我当事人苏翠玲已成年，父亲代签的合同无效。府里周有人族主宰，人间的律法是为家从父。老子跟那亲爹苏长风签的合同，那就是合情合理，更合法。我同意。你同意什么？我同意合同有效。疯女人，你自个儿都承认合同有效，那你还告个屁？恶意缠讼，当堂戏耍朝廷命官！大人，把这疯婆子抓起来！万老板，你急什么？既然合同有效，那本素师现在就用这份由苏长风亲手签下的有效合同，告你万有才蓄意谋杀。证据呢？你凭什么说老子杀人？沈宋师，诬告按律当受反坐之刑。合同就是证据。苏翠玲，你父亲呢？3年没见了。万老板。昨天你当着我的面承认苏长风在合约上按了手印，对不对？对，老子亲眼看着他按的。失踪3年，回来后不见相依为命的女儿，跑去跟你签个合同又失踪了，世上有这样的爹吗？我又不是他爹，我哪里知道他怎么想的？仙灵族又不是人类，能用人类的感情去套吗？大人，此事荒诞至极，按常理推测只有解释：第一，合同是假的；第二，苏长风死了，3年前就被你杀了。快走！这场官司只论法，不讲权。大人，我招啊！合同是假的，我只想用苏翠鸾为酒坊做广告，我跟苏长风无冤无仇啊！指纹是真的。万老板，你这回要怎么圆？合约明明是真的，你宁愿赔钱也要说它是假的，你到底在隐瞒什么？难道你真的要承认杀人罪，也不愿意说出指纹的来历吗？我没杀人，我真的没杀人。我操，这合约是我跟超财商行的，这字据他们送来的，我根本没见过苏长风啊。超财商行，速查上级总策，没听过这名字。你怕就回家树有才赔他8万两去，跟着我们遭这份罪干嘛？3年了，头一回有我爹的消息，我一定要进去看看。这是验物司保管点，所有结案物证都集中存放的地方。我看你们这是白跑一趟。那可不一定，那家商行能注册在这里，肯定有原因。那我们就进去看看，到底是什么原因。老子还不信，门都进不了。你是开门还是拆家？搞这么大动静？有药！绝了，没出声，这回绝对没有声音。赶紧起来，别压死人！没死，晕过去了。快过来看！燕无司保管的麻绳怎么会带血？燕无司保管的麻绳不该是封死的吗？除非有人把已封的武器拿出去用了。选自0014号。我师傅的马车上，那不是更好办？问问始祖不就到了？有些案子输了会更好。这个线索还是自己跟比较好。从今日起，所有跟玄字0014号有关的案子我都查了。可是师傅您是艺宿，不是推官。我接到案子
就有调查权。味儿铁锈，还有一点石灰。你能闻到什么？闻到不该闻到的东西。燕武司采过药吗？还没，我们等你来。我同印判官居令，让你协查。嫂子，你家男人前天晚上几时出门的？天还没黑，他跟谁一起？跟他2个兄弟为了护着鱼塘界限，为何要护？灵堂的仙灵抢水。仙灵不抢水，仙灵坊被一条红线劈成2半，那条红线你看过吗？看过。你是密探，那条红线是谁画的？那位灰袍判官签的。同印判官画的红线，划走的是仙灵的水。西族为了水跟仙灵起冲突，西族输了，西族死了，所以是仙灵动的手。不一定。仙灵的头发，但麻绳是燕武司的，所以仙灵动手，但用了燕雾司的麻绳，或者燕雾司派人冒充仙灵动手。麻绳上还有第3种气味。什么气味？老人，一个300岁以上的仙灵老人，但他没参与，只是路过，麻绳蹭到了他衣裳。你闻闻他的气味跟这枚指纹上的像不像？是同一个。怎么了？你别看，师傅，怎么了？西族和仙灵的水案，仙灵参与了。罗墨清闻到了你爹的气息，出现在尸体的麻绳上。不可能！先是气息，然后是指纹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你是说那家招财商行？你都能说出招财商行的注册地，这次为什么不能说商行的主人名？陈宋师，万有才认罪赔钱，案子审结，你没有权再调阅资料，一切一律办事。大人，我3年没见我爹了，你知道这种感觉吗？3年来，我上天入地的找，唯一找到的线索就是那枚指纹，你居然狠心不肯让我查下去。我所在4号仓，那里白天人来人往，晚上8点到早上7点都有人看。那就不麻烦大人了。这就走了。晚8至早7有人看，那就说明其他时间没有。师傅，今天真的不叫罗一鸣啊？虽说他上次动静大一点，但好歹他能打呀。干我们这行靠的是脑子，那只蛮熊有个屁用！古籍有云：胶乃龙属，自带王者之气，应该能对付得了这只狗。一天100多斤牛肉，果然没有白吃。恶狗变舔狗啦！又是西河鱼塘，感觉我们又绕回去了。你一个仙灵还怕鬼？白天刚捞出3具碎尸，师傅你也怕了？早知道叫罗一鸣。我的娇宝宝，一天200斤牛肉，我还没捞到油水，你就给我打飞了！你不是鬼！看清我长相的人都得死！罗一鸣，你简直是神兵天降啊！太及时了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沈大丧尸这回怎么这么见外？调查都不叫上我！师傅，快看，你的牛肉闯祸了！别咬，我还没审问呢！不怕，妈妈不是凶你们。他怎么了？师傅，你不知道焦毒吗？见血封喉啊！很好，唯一的线索也断了。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那根麻绳让5座司的人收走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昨天你们刚走不久，程砚科亲自来要的。
对了，他好像是你师傅的手下。那个师傅，其实我今早起得早，也顺手去衙门偏房翻了一下王二根的旧底档。他5年前确实是病死的，可我在他的结案死亡记录上看到了签字暗印的人是谁？也是这位师祖司大人。师傅以前仵作出身的，死亡记录上有他的签字很正常。盗用户籍，让5年前的死人当股东，一个签字不能证明师傅参与其中。继续查下去，他迟早会知道。要不要先打个招呼？不用，清者自清。师傅，孩子，鱼塘案我听说了，听说你还要查招财商行。苏长风是莫查。理由是什么？那家行号挂了很多人，你查到一个就要把所有都查到。那为何不让我查？因为你查不到所有，别引火烧身。他在保护你，我觉得他在阻止你。有区别吗？丫头，你回来了。这红线什么时候画的？上月同印判官亲自来盖印。他们说我家铺在红线那边，不归我管。铺是你家的，为何不归你管？他们说特别推官府直辖区的财产需特别推官府批准。娘子，请把刘应秋收起来。我在记录。衙门执法禁止记录。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条文？同印判官有令。同印判官有令的依据呢？请你配合。本诉实是异诉。我在为我的当事人录证。你的当事人是谁？仙灵坊全体居民。直辖区一共17家铺，12家是招财商行持股的，所以恩师画这条红线，是为了把这12家铺合法的划归一家大商行的关联货仓。那家大商行的真东家是个挂名死人。师傅，我们能告他吗？我们怎么告一个死人？这是那位回袍判官签发直辖区告示的抄本，我从衙门内勤老乡那里要的。是恩师的笔记。老师是仙灵血脉，那位回袍判官不是凡人，可能就是恩师本人。翠玲，你仔细回想一下，3年前你爹失踪前的那段时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当年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我只记得仙灵坊分割计划当时就有了，我爹不同意，还说要召集人开会讨论。你爹当年参加的那场神秘集会是一场抗议集会，你怎么不早说？这种不稳定因素，我们都会有详细行动记录。自愿离境，写的就是这样。为什么没有签字？有印章也行。是真的仙灵印，可是他根本没回来。所以印是真的，但人没回。怎么样？他的印是真的，但他没回来。意思是他的印被人保留了，或者他被人控制着暗印。 3年前他离开的前一日，有谁见过他？当时要分割的仙灵坊的判官，当天父亲先是和他见面，然后才出城的。你怎知道？他临走前一晚跟我说，他第2天要去见那个做决定的人。我从鱼塘上游的草丛里捡的，这节麻绳的边缘被人撕过。你闻到了什么？撕的人是个300岁以上的仙灵，这是他3年来留下的一个气味。他还活着？还活着，但是不自由。 他可能被关在直辖区里。直辖区有推官府直辖看守所，是，但要进去需要判官签字。直辖看守所有17个房间被列为特别保管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里面关的人没有姓名，没有罪名，没有期限。明日有个新案子，你不管我找爹了？谁说的？明天仙灵府的聚会，他们准备阻拦推官府把红线再画长。 这次还会有意外吗？所以你今晚，我去。你确定？上次他没完成的事，这回我正好替他补上。我们所有人退出红线。 同印判官有令，红线两侧禁止集会。本诉实施议诉，集会受律法保护。你的律法不适用直辖区，
直辖区是政区划分，集会权写在福利绿点第2条。把领头的拘押12个时辰。是。易宿那个不要动。所有人退出红线，否则按非法集会处理。同应判官令，不得违逆。我爹3年前从这条红线走出去，他没有回来。你们要把这条红线再画长，再有多少父亲走出去？砸！都给老子砸！不要打人！罗大人，这件事我劝你少管。放开我，我才是受害者。抓的就是你，以非法集会拘押12个时辰。太过分了！我敢闹，一定被抓！连你都进去了，谁来管这事儿？易宿不得探视特别保管区。苏翠玲是寻常拘押，不是特别保管。特别保管区今晚刚加了一个人。什么？谁下的命令？那位灰袍判官的令。我是巡防营1级锦衣，我有权进入看守所。巡防营令不及那位灰袍判官的令。你要干什么？罗一鸣，现在不是乱来的时候。选自0014号房间。跟麻绳编号一样，登记册里另一种气味，300岁仙灵。是苏长风。他们父女今晚同关一栋楼。恩师，孩子，苏翠玲被关进特别保管，明早会被释放。您管这个？当然。那苏长风呢？也归你管吗？那位已经不在了。我爹不在那儿，他3年前就不在那儿，我知道，但是有人一直在替他签字。沈义颂在吗？找我有什么事？我们昨夜被定会群殴罪，30个青年被抓。昨天你们很威风吗？我们跟那帮仙灵也没有仇。沈一素，我知道你是被雇过去的，怎么，现在你还想隐瞒雇主的身份吗？又是这家空挂。他们雇我们去仙灵坊弹压，他们说仙灵要叛乱，跟出货单同一编号体系。铁棒上的气味刚出厌恶丝，所以他们雇矮鬼妖发兵器制造冲突，然后再以弹压名义关人。标准的清洗模板。仙灵坊西族鱼塘，下一站是哪儿？阴族慈幼院。我昨晚去少光慈幼院附近，闻到玄字0014的味儿。什么时候多了这堆东西？今天早晨。为什么没人告诉我？很简单，他们是偷偷放在这里的。封条反逆小孩的头发。慈幼院里有几个小孩？18岁以下有3个，能让我见见吗？那是……这是上古玄霄圣类的宿主。玄霄圣类，人妖2界共认的镇门之宝，每代只生2颗，藏于勇士血脉子嗣体内。大人，被告等30人于6月12夜在仙林坊门口实施群体性殴击，导致直辖区淡江衙役受伤6名。我方反对，被告并非主动殴击。被告手持铁棒，且自带证物。那么，铁棒来源是？被告自带。被告承认是自带，还是有人发？大人，请推官解释为何矮鬼妖自带铁棒底部刻着特别推官府验物司的编号。可能是流出的物证。物证从一个手到另一个手，需登记，请推官提供登记记录。判官，铁棒那批要不要回收？让他查到1根就好。万一他追源头呢？源头？大人，铁棒出库登记记录暂未找到。暂未找到等于没有。庭审暂休1时辰，请推官重新核查物证。意思我们这次能赢？先不要嚷。需要我做什么？这次去的那帮人中，谁亲眼见过发铁棒的人？戴白手套，左手手套比右手厚。那不就是陈延凯，你师父的心腹？大人，我方申请追加证人陈延科。陈令官今日有公务在外。陈延科到堂，下次开堂日。陈延科会到吗？他肯定是不想到，但我相信
师傅会让他来。你这么有信心？因为他要把陈彦科切割。对，你是说以前不管出了天大的事，你都一口一个清者自清，死活都要护着你师傅？现在，罗一鸣，你记着，正因为我今天还尊他一声师傅，正因为他当年把这身代表法理的玄色宋狮袍亲手披在我身上，我今天才更要反对他。反他是在守他的道。陈令官，铁棒出库登记记录在不在？在我手里。你为何不交？因为出库人签字栏写的是你的名字。陈令官，你为何从燕无司出库30根铁棒发给矮鬼妖？奉判官口头令，本官还有个女儿在福利州外，判官威胁我，我才签字。陈令官，请慎重发言。我说的是事实。到底是怎么？陈令官，那么这个口头令有几个人在场听到？只有我一人。所以没有第二人证明。是。判官，陈彦科把您卖了，那不就……让他卖，他没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大人，证人陈彦科，我承认，借口头令是判官下的，判官无法到堂说明。大人，既然陈令官承认发放铁棒，请求改判从轻。本案被告30人原群殴罪改为被指使的群体性肢体冲突，每人罚银10两，缓刑2年。陈令官，你为何不再说一句，是判官亲笔签的？因为我没有他的亲笔签字。你左手，沈宗师，离我远点。他左手藏着什么？你想让我查？你查不到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我要找一个比他更怕的人来供。今日我帮你出堂。他们说凶手是仙灵，不一定。巡防营说，巡防营说的话，今日我要在公堂上一句一句撕开。大人，被告3人于6月初10深夜入侵西族鱼塘，导致3死。物证：悬自0014号麻绳，银色仙灵头发。被告认罪了吗？没有。那么，麻绳反面除了银色头发，还有第3种气味。第3种气味无法在公堂呈堂，但罗墨清密探的鼻子可以。罗墨清密探，麻绳反面第3种气味是哪种生灵的？300岁以上仙灵老人。被告3人，最大年龄58岁。所以，麻绳反面的仙灵气味。大人，请允许我方提取麻绳上的第3种气味样本，与特别保管区在押人员气味比对。抗议！特别保管区机密。公堂可以闭门示证。准。沈宗师，你不要打开玄字0014号房间。为何？陈令官，玄字0014号房间里是什么人？是一个300岁的仙灵老人。他叫什么？不能告诉你，因为他被判官保留下来，专门用来按手印。沈宗师，你今日不能赢得太干净。什么意思？我能帮你拿出一份样品，但你拿到样品之后，必须留一个口子。什么口子？你不要把特别保管区玄字0014号房间这串字念出来。这回你怕了。我死不怕，但我的女儿不行。300岁仙灵，你赢了这场官司，但不要念那串字。陈令官，我女儿在朔光慈幼院。哪间？3楼最里间。麻绳在这儿。闻一下，这2者气味一致吗？一模一样。法丝来源呢？特别保管区悬自0014号房间。
悬自0014号房间，另案另查。大人，麻省反面气味与一名特别管区在押仙灵一致，意味着被告3人都不是凶手，凶手另有其人。但是麻省是验物司的，气味是特别保管区的，被告3人都被冤枉。判官，他替您留了口子。因为陈延科给了他一只小瓶。陈延科，他还想保他女儿。你下次去验物司，把悬自0014号房间的那位换掉。换一个人按手印。是那边。照他的意思。被告3人无罪释放，物证悬自0014号麻绳送回验物司另查，本案凶手另案侦查。可是凶手呢？还在找。你还会找吗？会。那你抱着他们走出去。你今日给陈彦康留了口子，他给我留了一条线索。判官会不会换人？会。那今夜悬自0014号房间的仙灵老人可能要被灭口。今晚去看守所。硬闯？我是讼师，能干违法的事儿，当然是合法走访。悬自0014号房间今日下午转狱了。转去哪里？未登记。未登记的转狱，意思是他不在了。师傅，悬自0014号到底是怎么来的？我今日去物证司查。我陪你。你不能。为什么？你是巡防营警一，物证司属推官府直改，你进去是越界。那我变熊妖。你越界。哼。敢问宋师有何贵干？本诉事是异诉于堂案，我要查悬自0014号物证留效，这需要判官批文。我有当事人授权牒。这不够。那我去外面把留像公示出来也行。直辖区第3批截留。是直辖区从仙灵坊西族聚居地矮鬼窑矿坊分批截留的物资。截留依据：判官口头令。批准人为何空白？物境出库没批准人，意味着这批物资从未真正入库。苏师，我建议您别问了。你怕了？不怕。判官用的是上古血书锁脉咒，简称锁脉咒，把谢主血脉一缕锁进玉简，玉简在判官手里，谢主便受他号令。你查到了？当然。我女儿苏恒，是你女儿？是，她娘是阴族大祭司一脉。你这俘虏5座司令官的身份是真的？奸身份，再往前20年前的事，我自己已封口。什么意思？你为何不跑？判官已给他下了锁脉咒，我带着他就算跑到天涯海角又有什么用？玉简一家，他便重重。他就是用这个办法控制苏桓，也牵制了你。他手腕的蓝光，喧嚣胜类。是。所以你帮判官是为了让苏红活着？是。你现在帮我是为了让他有一个可能。一苏，推方接到判官令，撤回对3名仙灵青年的指控。那真凶呢？另查。判官说另查，是不是意味着查不下去？苏师，他们不查了。大人，推方撤诉，但本案凶手未明，我方建议传唤陈延科令官。判官令。陈延科今日因病请假。放屁！陈令官昨天还活蹦乱跳。今日突发。大人，我方申请追加证人罗一鸣。罗一鸣属巡防营，无管辖权。巡防营协助推官府办案，符合福利律典第7条。准。罗巡防使，6月初10深夜，你是否曾在鱼塘看到不属于推官府执行区编制的人？是。几个？2个，穿验物司白布衫。你能描述一下吗？一个戴白手套，左手比右手厚；另一个个子很高，披头巾。大人，请追加传唤陈彦科及另一名验物司戴头巾男子。再准。让陈彦科今晚出趟差。去哪儿？去看守所，交接悬自0014号房间的新住户。悬自0014号房间的原住户已经不需要了。大人，判官否决了追加证人申请。
判官没有权利否决证人申请。在直辖区案件是鱼塘案不在直辖区，鱼塘案的凶手涉嫌你们这是在强词夺理。他在动陈彦科。那今晚悬自001-4号房间，恐怕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。苏环呢？我去朔光慈幼院。我去看守所硬闯。巡防营1级警医罗一鸣临时巡查。巡防营无权。临时巡查是判官令以下的紧急章程，我有巡防营令，让开。陈令官，苏环在哪儿？3楼最里间。苏环，沈宗师，你爹是不是陈彦科？陈令说他是我姨弟，我以为他就是亲爹。沈宗师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保护你，有我在，你不用怕。罗哥，你左手怎么了？判官让我代替悬自001-4号房间的犯人。本来的犯人呢？人命关天，快点告诉我他在哪儿！今日下午他被转狱了。转去哪儿？西河鱼塘。他被灭口了。是。你为什么不拦着？我阻止不了。那为何你今日还乖乖代替他？因为判官给我女儿下了咒。你左手是什么？判官用我的左手按了17份伪造文件，所以你的手套不是烫伤的，是切伤。苏师，我心好难受。你爹出事了。他在哪儿？在看守所。罗一鸣，你越界了，我现场办案。那你也请跟我们走一趟。罗一鸣停职待查，由判官府决定何时复职。你们总得给我编个罪名吧！越界办案，我是去救人的。你去哪里，谁也救不了，而且那不是你管的地方。我查到了线索，陈彦科左手也不是你管的。你这次已经做到极限了。师傅，这里遭贼了。不是贼，昨夜被人搜过。麻绳、铁棒、银发样都没了。宋师，我能感觉到麻绳被运走了。你能感觉？玄霄圣雷能感应同一来源的物证。我能看到一处地方。在哪儿？一栋灰色大楼，门口挂着一个戴乌纱黑帽的男人画像。燕雾寺地下2层，一个上锁的房间，里面堆着尸体。大人，鉴于物证全部遗失，物证不是遗失，是被人搜走。这里是公堂，没有证据，可不能乱说。大人，昨夜艺术堂被人搜查，所有物证消失。沈宗师，无物证你打算怎么辩？我申请暂歇3日。司耀清又赢了一回合。麻绳都送燕雾寺地下2层了。是。你打算去燕雾寺地下2层？不。那你打算去哪儿？我去找一个司耀清不能不让位的对手。谁？推光府外督察使。他能管判官？管不了，但他可以打开燕雾寺地下2层。他凭什么打开？他不打开，就要承担包庇罪。沈宗师申请会见外督察使。不批准。仙灵化烟贴案对应招财商行，矮鬼妖群斗案对应铁豹悬自001-4号，西族鱼塘案对应麻绳悬自001-4号。3桩案，一个空挂招牌，一个编号，一个签字。是。欠死人。都是我的老师。苏黄，昨日你看到的燕雾寺地下2层尸体一共有几具？很多，我数不清。他们都穿什么？都穿燕雾寺白布衫。燕雾寺自己人？是，但脸都没了。判官在清洗燕雾寺。每次案子结案，他都清掉一批。督察使大人，
举。我还没说什么事呢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燕雾司地下2层，对吧？是。判官有令，任何人未经他批准，不得进入燕雾司地下2层。判官不在这个案件管辖范围。他在所有范围。督察使大人，若你拒绝打开燕雾司地下2层，未来6个月内悬自0014号物证案件激增。你将以包庇罪被立案。我有判官令保护。判官令在直辖区有效，若未来案件出现在直辖区外，你打算让案件出现在直辖区外？是。沈颂诗，你在威胁我？不，我是在告知你。让外督察签个新令。什么令？把任何人改成包括外督察。那外督察自己也不能进了。是。他不会签的。他会签。为何？因为他不签，明日他孙女上学路上就会被狼妖吓到。师父，我们还告吗？告。我爹他是不是真的没了？罗墨青只嗅出气味相近，燕雾司那具尸体是不是你爹本人？我还不敢断议。师父别哄我。我不哄你，但在我亲眼见到尸首之前，你先别替他烧这炷香。告，不光为他。好。你今日作为原告，正式申请，以仙灵族集体侵权名义，将燕雾司悬自0014号物证全部列为冻结证据。我签字。请出示。依诉审决，原告苏翠玲进堂采证。判官有令，今日推官府毕府修缮。修缮期间，原告冻结证据的权利受影响吗？请出示判官令。签字是假的，仙灵血脉签字带光纹，判官本人签字带光纹，这张令的签字没光纹。宋师不懂判官内部签字习惯，那您能联系判官本人确认吗？大人，那个宋师宋师，请您原路返回。今日推官府确实毕府。怎么样？判官签的毕府令是仿的。意思是，判官本人今日不在推官府。他在哪儿？我猜在燕雾司地下2层。为何？因为他要亲自处理那具被认作仙灵老人的尸体。如果不是我爹呢？里面有17个气味。什么气味？13个燕雾司百步山，1个判官，2个阴族，1个仙灵尸体。苏恒说尸体在地下2层，但今日尸体被搬到地下3层了。地下3层？是，燕雾司有4层地下室。判官有一座地下塔，不只是塔，是焚化场。罗一鸣，你去跟车。我已经停职，但你巡防营腰牌还在。是。跟到尸体被烧前，托你真画像。烧。判官，要不要留指纹？再按一次。
陈彦科还有用，这个帮我顶罪足够久。脱下来了。我爹的名字。明日开堂。明日我们以凶器同源立案。推官府直辖区拦不住吗？拦不住，因为这次原告是7个种族。苏师，我可以做证人。你只有20岁。我手腕的玄霄圣内能感应所有玄字0014号物证。我去当堂演示一遍。你父亲会被判官杀掉。他已经在被杀的路上。依送审决，推官府同印判官签发的搜查令，签字带光纹。判官本人签的。依据。你昨日非法采证。我采什么证了？我采证的是判官本人，所以判官签搜查令搜我，他是当事人。回避吗？不是说要回避吗？有意见找判官大人说去，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。你们这是销毁证据！搜查包括纸面证据。别打！怎么又收了？我有备份。他们也清了我留影处。备份在哪儿？关天阁存档也被注销了。师父，所有证据都没了。还有一份。那你手腕上的蓝光，能记下你看到的所有玄字0014号物证吗？能。那昨日我画的凶器同源网，你记下了吗？记下了。那你能在公堂上演示吗？可以。你怕吗？怕。但是更怕的是大家不知道真相。麻绳、铁棒、焚化炉。就是撕咬器。明日开堂，3件事即可。明日他们会让你立案吗？必须让。这么有信心？我会逼着外督察不得不立案。你拿什么比？用观众。观众？明日我会让7个种族集体在推官府门口围观。判官可以拦宿师、拦巡防营、拦外督察，但他拦不住7个种族的眼睛。今日，本宿师以7族集体名义提起对司耀卿的立案申请。判官，要不要让巡防营驱散？不要。那要不要让沈爵跪？跪？他不会跪，他跪了，7族就散。判官有令，易诉沈杰非法采证，扰乱推官府办公秩序，停业90日。可以。本宿师现在停业，停业之后，本人作为7族庶民代表，要求立案。你不是宋师就没有立案权？庶民有立案申请权。
我沈觉以福罗州庶民身份跪请推官府立案。立案！立案！立案！判官，全城都在关注这件事情。我真是教出了一个好徒弟啊！迟下去不立案，明日全福禄州会有17个宋氏跟着跪。立！判官，让推官府立案。可是立案后，他们立不了案。为何？因为明日推官府验物司会有一场意外。推官府批准立案，案号悬字0014。你赢了？还没。大人，被告司孝卿今日因公出差，无法到堂。大人，被告缺席不影响庭审。准。大人，原告方第一证人苏黄，请你向公堂演示你手腕蓝光的物证感应。原告无凭，这是法术浮影，不是公堂物证。大人，明正典第23条，法术浮影属可受证据。但阴族小孩的法术不能呈堂。苏红20岁，已成年。证据被采纳。大人，四案凶器同源，来源推官府验物司，背后批准人签字栏空白，但批准人的笔迹下官认得。手段伪造文牒，按失职销毁尸体，目的清洗异种族。大人，我方申请暂歇。准。判官，怎么办？要不要清掉那个阴族小孩？不用，杀了他，反而坐实清洗异种族。那怎么办？让另一个人来背锅。另一个？陈延科。签字。苏红呢？20年前，我被关进选字0014号那夜，他还在阴族母亲腹中。我这辈子没见过他一眼。判官保证他不死。判官保证他不死。他还在留后手，要不要让他重新签？不用，他这点小心思，沈觉一眼就能看出。那您还让他签？本卿要的是陈彦科顶罪4个字进城里告示。今晨3更，府里特别推官府验物司务作指令官陈彦科主动认罪，伪造文牒，操控物证，全部由其个人决定。判官思其轻细呗。陈彦科将被处以特别保管区终身监禁。一诉沈觉因非法采证已被停验90日。沈宋师，你的房租到期了，续签就是了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判官直辖区昨日出了新规，艺诉停业期间不得在直辖区租房。这不是直辖区，今日起被划进去了。
这笔记不是陈彦科的。师父，您跟我回仙灵馆吧。你那儿也被划成直球区了。我家可以。你被停职，公寓也被盯删。我家在郊外。你家是狼妖地盘，推官府明日就会打猎。宋师，您跟我回韶光慈幼院吧。慈幼院不归任何区，但归推官府。但慈幼院有一个证人，阴族的老阴捕师。外祖父，你来了。这是沈宋师。我知道他。技师。那个判官，他借案件清洗异种族，这只是第一步。第二步是什么？他要打开门。什么门？外祖父，这是神虚绿点残片。神虚绿点完整版被人偷走了。谁偷走的是？那个判官。他偷神虚绿点做甚？他要双向打开门。门是什么？连接人界与妖界的，你来时走的那扇门。那现在门不是开着的吗？开着的是单向，判官要的是双向。这也可能是真的。苏师，吃饭。你昨夜又听到什么了吗？判官在地下3层，他在念符文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官有财月的。你想干什么？师父，燕无私只见到一具尸，没见到官。你的意思是，我爹的尸没让我看第2眼。我不烧香，不立碑，不入土，先打官司。师父，你会帮我吗？还有我的。巡防营虽然停职，但停职月俸还在。师父，这次你必须听我的，我不许你再推辞。我已经停业。停业90日，这点银够您撑90日。还有我送饭。我接受。你今日没披熊腰皮。我得节俭。您认真的？当然。陈彦可的认罪状，你看了吗？看了。签字带银光。是。判官仿了他的字。那陈彦可本人可能已经。你猜对了。什么时候？今天早晨被发现死在玄字001-4号房间。怎么死的？官方说心绞气绝。他才30吧，心绞气绝。死有亲，你干的好事！这手味道不太对。什么意思？说不上来，像隔了一层，我得再查。苏恒知道了吗？我去告诉他。苏恒，你爹。
我知道。什么时候知道的？金晨起身时，我的手腕路光吸了3秒。沈大扫师，哦不，现在该叫你沈姑娘了。什么意思？你的义送执照被吊销了。凭什么？陈彦科死前的认罪状，把你列入协同人员。龙，真龙啊！都这个时候了，你们还在胡闹！掉了。师父，没事，我现在是庶民。庶民不能办案，但庶民可以收信。宋师，这封信，昨夜我也能感应到。昨夜？是，有人放的。这是你爹死前给我的最后一根线索。你怎么知道？他在玄字0014号房间死前攥着一张纸条。我没听说。我打听到，宋师，你来晚了。什么时候发生的？3日前。地点？他的画室。他是画师？魔族画师每日画一幅血色海。他身上有一种味儿。什么？阴族的香炉味。这是判官。画过判官，所以他被掏心。表哥，你认识？我姨表哥画室10年前消失。他没消失，他改名在魔族居坊生活。他3日前被人掏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画了判官。积案原告沈直庶民身份。本人以庶民身份代表苏恒提起魔族洛西取经案。这位魔族画师是苏红母亲的姐姐之子，正是苏红嫡亲姨表哥。你不是宗师。苏环是死者表妹，按民政典第10条，亲属可委托庶民代理。判官令：所有玄字0014号相关案件由判官亲审。本案不涉及玄字0014号。您确定？即被掏心，凶器不是铁棒，不是麻绳，是手。手？被告徒手取心，判官可以轻审，但案件本身不在玄字0014序列。所以不止一个人。几个2个。所以现场有第2人。
但是官方记录里只列了1个被告，被告人数对不上。大人，本案被告是好友，因艺术分歧实施取芯。大人，我方有第2人线索。现场地板木缝里有一截蓑衣，被告身上穿白布衫，没有蓑衣。可能事后被告丢的。大人，能让被告当场揭开脸上的黑布吗？抗议！被告人身保护。脱布只为确认身份。准。大人，这名被告不是好友。你怎么知道？洛西的好友我认识，他在洛西家，年龄28岁。大人，本案被告身份造假，请追加调查，真正的被告是谁？谢堂，60岁男人不是好友。是。那他是谁？一具替罪羊。那真正的被告跑了。跑去哪儿？我猜厌恶司地下3层。地下3层是焚化厂。他自己在烧自己。等等，脖子，拓影里，脖子上有一道蓝色锁链纹路，跟苏恒手腕一样的，所以也被判官下了锁脉咒。判官下令杀人，他要把锁脉咒擦掉。我能感应它的来源，在哪儿？我离新城一家小作坊。还有一点旱烟味儿。旱烟味儿？廉价旱烟，一名50岁以上的作坊工匠。能找到工匠吗？那还不简单。东家，你们供应的黑色蓑衣，定制款，定制款，批给招财商行，上月一次性200件。东家兰写的什么名字？瓦尔根。又是瓦尔根，又是同一家空挂。所以取芯案的第2人也是判官直接派的人。是。那为何还被下了锁脉咒？苏恒，我表哥，他也是玄霄圣类的系主。什么？我手腕的玄霄圣类能感应到他，是因为我们血脉同源。我姨母10年前因风术反噬已死，是我唯一同源的人。殷族每3代会有一对血亲双神，我和他血脉同源，可单可双，双在时同进同退，独流时也能独成神位。所以他被掏心。判官想把玄霄圣业从他身上挪到自己身上，怎么挪？需要换心之术，但是没成功。成功了一半。再多1颗，本卿就能开门。都是他想把我和做成2颗心，他想开门，所以死了。他还差1颗。第2
在我身上，我不会让他得手。第二颗要快了。协查魔族化石案，调离6月24子时1刻的化石周边刘影珠。判官令，所有悬自0014号关联案件刘影珠由推陈府直管。本案不是悬自0014号关联，本案是魔族化尸取心案。行。4刻到子墨，30系断了，可能是法器故障。6台刘影珠同时故障。是你的老师吗？应该是。我没看到。我们也没看到，但是显混实力有。判官令，这段留影要销毁。你考虑清楚，影像中出现他，又是他下令要销毁的。如果将来出事，你就是同党。你已经将资料销毁，只不过被我们提前配分，那又不是你的错。放下刘影珠，请2身移步。判官令，本刘影珠房今日紧急修缮。司礼大哥，请保护证据。我儿子在朔光慈幼院，判官今夜就会知道我帮了你们。你儿子叫什么？陈小柯。陈小柯，你跟陈彦科什么关系？远房表弟。陈彦科死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冒险帮你们。司礼大哥，今晚带你儿子离。今晚就走。我没银子。这道银光来源仍未明，让他播。判官是刘影珠的时辰印记。怎么了？被改过。怎么改的？原来是子时3刻墨，被改成子时2刻墨。你的意思是？判官指示3颗墨出现在现场，但他们改时辰印记，让刘影显示故障时段是从子时2刻墨开始，所以判官出现的那50息被涂掉了。能把时辰印记还原吗？能。刘影珠房那位陈福文师，他知道。那让他来作证。他昨夜带儿子跑了。跑去哪儿？他没说。我去找他。墨清哥，你怎么找到的？你身上有推官府符局的香墨味。你今日下午要走，南沙车票订好了，还来得及。今日上午做一件事。我不去。你不去，你儿子的爹爹。陈彦科当初也妥协过，结果你知道的。陈先生，我有什么资格作证？你只需要作证一件事，
刘颖时辰印记被改。判官会杀我！他已经在杀你了。你今日下午作证，我让罗一鸣送你和儿子去妖界。妖界？门这一端的另一头。可是门只能单向开。我让罗墨清开第二扇。我有个亲戚是门的守门人，帮忙需在什么代价？不用，不过这个门只能开一次。陈先生，这个诚意够吗？谢谢。说谢谢的是我们。你下午作证完，立刻走。大人，证人陈符文师将作证，刘颖时辰印记在6月24子时被人为篡改。心脉骤厥，死因是什么？死因可能是被下毒。什么毒？阴族水蛇毒。阴族水蛇毒只在燕雾司地下3层才有。大人，证人遇害，请暂停本案，立刻立陈符文师遇害案。本案取新案与陈符文师遇害案合并。合并的依据：陈符文师是的关键证人，证人被杀，必须查谁杀的证人。大人，今日证人在公堂里被毒杀，这是公堂的耻辱。大人，本案合并需判官批准。判官是本案嫌疑人。您无凭。陈符文师死前要作证，刘颖时辰印记被改，刘颖里看到的人是判官。大人，申讼师，你说看到判官，证据呢？在我刘颖珠里。刘颖珠里的画面挤出没了。判官在场，他启动了某种远程清除。你叫什么？小宝。你以后跟谁住？我没有亲人了。里面有东西。陈符文师留的备份。他知道自己可能回不来。是。师傅，点吧。依照刘颖的线索，陈彦科和判官几次都在，唯独许心有第三人，但多了一个人。陈彦科。但是陈彦科在玄字0014号房间。那夜是哪一日？6月24子时1刻。陈彦科进玄字0014号房间，是6月23深夜。6月24子时，他还能出门，除非有人替他在玄字0014号房间。陈彦科死前，他在玄字0014号房间。可是6月24子时，他实际上不在玄字0014号房间，他在西画室。他就是第三人。那玄字0014号房间那位，是冒充陈彦科的人。
所以陈彦科实际上活着的时候是判官的人，他到底算哪头的？不重要，我就想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真的死了。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。他真死前，左手白手套换了。意思是说，判官把陈彦科的左手切了。切了？用来干嘛？切下他的左手，保留17份伪造文件的指印。苏恒，你爹他真死之前留了一个字。什么字？陈。他姓陈。我们早知道这个陈，我相信不会指他自己，更不可能是那位符文师。那是谁？只你爹还有一个堂哥陈太，他在推官府，是什么职务？他是外督察使。外督察使是你爹的堂哥？是，但是判官用锁脉咒绑住他孙女，所以他不敢动判官。是。那陈彦科死前留陈是让我找他堂哥？是。我说过我不见你。你堂弟死前留一个字，陈。他给你留了。他在玄字0014号房间死前，纸条上4个字，背面1个字，陈。这个陈自然可能指他自己。你怎么确定？因为他姓陈，自指没必要。我堂弟陈彦科20年前为护妻女投案，把女儿托给阴族大祭司苏恒，就是他的孩子。但我不能帮你。你孙女今年几岁？6岁。他手腕有蓝光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判官用锁脉咒绑住每一个他要控制的人。他有锁链纹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3年前。和苏翠玲父亲消失同一时间。陈督察，你别叫我督察，我已经不是了。你还是？你在文具上签字，整个府里都听你的。我签每一个字都先问判官，因为他用孙女威胁你。但是，如果他被关进狱里呢？还能威胁到你的孙女吗？他不会被关。今日的留影可以送他进去。留影？陈符文师留的配份。我堂弟陈彦科，他虽母姓陈，但血脉是阴族祭司一系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你只需要做2件事。第一，签一份燕雾司地下3层冻结令。判官会立刻知道。他知道也来不及。地下3层有他正在做的锁脉咒工坊。第2件事，签字之后，立刻把孙女带出府里。去哪儿？妖界。妖界。罗墨清有一根狼骨钥匙，可以开1次门。我能带孙女走？能。
妨，爷爷今日带你去玩。去哪里玩？一个很远的地方。魔青叔叔在吗？判官，外都察使签了燕武寺地下3层冻结令。他疯了。他在带孙女准备走。去哪儿？去向不明。刚刚沈爵见了他，现在接他走的是罗墨青。上次没用上的钥匙，这回你们就想用上了吗？依据外都察使签字，燕武司地下3层即日起冻结。判官令，拒绝执行。判官令低于外都察令，让他们撕，还没到我们出动的时候。判官不见，他在地下3层。判官不在推官府。他在自己的锁脉咒孤放。巡防营锦衣罗一鸣临时巡查。罗一鸣，你停止！我停止，但摇牌有效。他们在转移证据。去哪儿？地下3层，可能是焚化厂入口。血腥味在地下3层。还有什么？火的喧嚣声泪。判官，本卿接到冻结令。他的胸口里面是心脏。他承认了。你被抛心，心脏在你身上。可以。可以。你想看？喧嚣声泪，你想夺回去？律法会夺。左手是切的，不是烧的。本卿背后还有一位，他要的不是手，是心。你在公开承认？本卿再让你看。判官在地下3层，他要开始了。判官，依据外都察令。本卿配合。陈彦科没死，他被秘密押到阴族总庙，左手切了做指纹替死。本人留着等还是去心脏开门。所以玄字0014号房间里的那具尸体是替死鬼。何时就开门当验。他胸口的喧嚣声泪。你在准备什么？真没礼貌，连老师都不叫了。我不准备什么。你为什么这么平静？哼，一切才开始，我激动什么？开始？你还有什么筹码？苏红的锁脉咒死域。一个犯人还想威胁谁？我不需要威胁谁，我就告诉你们一件事：苏恒的锁链纹会在48时辰内自动收紧。你在苏恒身上做了什么？24时辰倒计时。
阴族推官府，什么意思？推官府直辖区下面还有一个阴族推官府，归谁管？不知，但不归判官管。所以，判官不是顶层。他上面还有人。我感觉得到，他在往骨头里钻。还有24个时辰，怎么解？要把判官胸口心脏取出来，跟我手腕的玄霄圣雷合在一起。在哪里合？阴族祖庙。24时辰内，我必须做3件事：第一，把判官胸口的心脏取出来；第二，把苏环带到阴族祖庙；第三，破阴族推官府的人。3件事，没有一样简单的。司耀清被抓了，但是上面还有人。师傅，24个时辰，如果取不出心脏，或者祖庙封锁了，苏恒他……现在担心这个太晚了。我去查阴族推官府。来，这是你的。这字迹当真出自他手，可其中的破绽为何如此明显？这道荧光的笔迹仍未明。换到一个人，苏魂的祖父。祖父知道。终于到了。祭师，你来了。判官今日被铐了，但是袖章。阴族推官府。您知道？是，我以前在那儿。您？我是上一任阴族推官府的主官。100年前，阴族推官府和人界达成共识，关门的开闭。但是30年前，阴族推官府分裂。分裂？一部分主张闭门，一部分主张开门双向。天朝弗兰玄皙教分起合二书，启兴宗章门常开，让人妖两界往来。何须宗主张门须合，守人界清净。30年前推官府的判官，就是你的师父。30年前一战，两宗元气大伤。我师父属于启虚宗，他是开门派。对，他是奇术宗的。您呢？我是河水宗最后一人。所以你们俩斗了30年。爷爷，我父亲是谁？我儿子，他娶了你母亲，阴族大祭司一脉，他随母姓陈，生父早亡。你父亲梵名陈彦科，是20年前失踪的勇士。失踪前1年与你母亲成婚，你出生时，他已在玄字0014号，父女从未见过。勇士？是，20年前，人界派一名勇士来扶驴，任务是关上门。他失踪了，一点消息也没有吗？其实也不算真的失踪，他被判官关在玄字0014号房间。所以玄字0014号房间里的苏长风是个替代。苏长风3年前消失，但他不在玄字0014号房间，他在更深的牢房。玄字0014号房间里关的是苏恒的父亲，那位勇士，20年前奉命来扶离关门。武硕司的那位令官陈彦科，他20年前被抽来府里做武硕司当了令官。3年前苏长风被抓时，判官把他从0014号拎出来按手印，按完再丢回去。我父亲是勇士。是。可是为何不让我知道？
因为你的身上有勇士血脉，你母亲是阴族大祭司一脉，是你姨母的孩子，所以你和她共承玄霄圣类祭主血脉。判官想用锁脉咒让你父子2代的血脉，全部归他。归他？他需要勇士血脉才能打开门双向。24个时辰是给苏寒父亲的剩余时间。什么意思？苏恒父亲今晚在玄字0014号房间已经被切下心脏。为什么我一点感觉也没有？因为你和他的锁脉咒是分开的。也就是说，2天后，苏红父亲的心脏会被植入判官胸口。是，然后他就会有勇士血脉。然后他可以开门。他今天被抓，根本就是装的。他在等什么？他在等阴族推官府上面的人。上面的人是谁？我也不知。但是30年前分裂的时候，除了判官，还有一个人。谁？一个戴乌纱金钗的女人。女人？沈颂诗，你母亲是谁？我母亲。你母亲怎么样了？我从小没见过她。你父亲呢？养父母收有我，亲生父母，养母说早年失踪。失踪？你信吗？是。沈颂诗，30年前何书宗那位戴乌纱金钗的女人，她姓什么？沈。你母亲可能就是30年前那位何守宗最后一人。他已被判官困在身体里30年，如果他还活着，他会出现在最后开门的时刻。什么时候？24时辰之后，你母亲沈氏也是玄霄圣类居主，所以你身上有2滴玄霄圣类，1滴母传，1滴自生。你拿我灵魂可以，门你休想开！苏恒，疼吗？不疼，但是心闷。闷在哪儿？胸口。24时辰之后，我会变成另一个判官。翠玲，你爹活着。我爹不在玄字0014，在燕武司更深的牢房，罗一鸣今夜去救。怎么了？我可能跟司一星……你们不是师徒吗？而且已经闹掰了，现在是仇人关系。他启回宗，我母亲何许宗，2宗30年前就是死敌。可现在，我母亲的灵魂困在他身体里。难怪一直让你赢。他在利用我。怎么用？他需要我成为符离第1异宿，这样我有7族庶民代表身份。然后，开门的时候，需要一个律法身份的代表人。所以你……我从一开始就是棋子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做我自己的事。你母亲呢？如果她真的存在，她会出现在24个时辰之后。我是说，如果她真的把你母亲困在身体里，到时候再说。我把你寄养给老谢夫妇，你的母亲
是私药清洗。这道荧光的笔记来源至今未明。两面同一个人写的，而且有司药清血脉的味道。所以司药清可能是你母亲化妆的。你一直针对他，他却一直在退让。或者是你母亲的孪生兄弟，你得管人家叫舅舅。我都急得火上房了，你们两个能不能正经一点？或者他是变形？够了，我找个明白人商量。技师，是他。他以前是推官府判官。推官府以前的判官？30年前那场几何两宗的死斗，他死了，把判官位子交给现在的司小青。那他去哪儿了？他躲在司小青胸口。司药医身上有2个灵魂，一个是他本人，另一个是你母亲。所以每次跟你传音的恩师，可能是你母亲在说话，但我不敢确认。每次在说，每次签字，或许都是你母亲在替他做，但这只是我一卦之言。那灰袍判官是空壳。就这个结果，你的明白人也不太明白呀。至少比你们胡猜的强。我打算去见他。司药清被铐在玄字0014号房间，那里现在全是禁卫军。走后门你没关系，硬闯的话根本就是找死。是，但是他身上有2个灵魂，我要去分开他们。怎么分？我不知，但是我有一份神虚绿点残液。这是一场赌局。不是，我能感应。感应到什么？残液是开门咒的一半，另一半呢？在判官胸口。这是注册。是。那如果我把残液给他，他能开门，但是不给。他开不了。24时辰倒计时，剩下16个时辰。我能不能把残月烧了？不能。为何？残液烧了，开门咒会失控。失控会怎样？门会强行打开。不光是双向，是所有方向。人界、妖界、神域、深渊都被打通。他在送货。3件东西：神虚绿点残液、狼骨钥匙，还有什么？陈彦科的左手。他给谁？阴族推官府相册。还没到时候，还差1颗心脏。今晚送来，合伙人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今晚送来。动手！别想走！你还不快追！罗一鸣，你！该死的鼻腔，鼻腔完全废了！不是，我是路人，别扎我！你这杂碎，你在送神虚绿点！说，差点把老子呛死的混蛋是谁？打没用，你得换个方法。不说后果怎么样，我相信也很清楚。我不能说。蛟龙，放心，我们会把蛟龙稀释100倍，保证让你好好享受后才会死。我说，你们把那2只拿远点！我说，你今晚还要送什么？1颗心脏。哪1颗？苏红的。你打算怎么取？24时辰倒计时，什么时候到？今晚3更1颗。你受谁指使？不能说。可以说。阴族推官府，上头顶主沈什么？沈夫人，30年前的判官。沈夫人，师傅，
你母亲姓沈？对，她还是30年前的开门派，是上一任判官，现在是阴族推光府庭主。我今夜去玄字0014号房间，去找判官，去找我母亲。看守重地，判官不见外人，滚回去！我已经处理干净了，半个时辰内没人会发现。进去。韩瑞，进去之后，少废话，我们时间不多。你能保证不做傻事吗？我没法保证，而且你现在问也太晚了。放心，我不会乱来，我必须见他一面。你母亲，带着。师傅，孩子，不叫我孩子，叫我宋氏。你看到我了，为何不告诉你？是因为告诉了你，你会恨我。24个时辰倒计时是我的，不是判官的。什么？沈爵，你是这一代勇士的传承者，我是上一代。苏恒父亲是上一代的另一位，下一代回神域的是苏恒。打开门干什么？带你回神域。我不要回神域！我知道，但是回神域之后，你会变成一个比宋氏更重要的人——勇士。苏恒的父亲不是勇士吗？他是上一代勇士，每一代勇士都从神域抽走。你也是？是。所以阴族推官府沈夫人是我留下的影子。我做这一切是因为他已经把我封了27年，所以我只能在替身体内做相反的事。我把一部分灵魂留在推官府，操控判官。过去30年所遣司要卿的文牒，签字是替身的手，一直另有其人。另一部分在你身体里。我也被你下了血脉登记。是。什么时候？你出生那日，每一代勇士都被母亲下登记。是。所以你跟我有血脉链接。在这场博弈里，你永远无法从我这里脱身。我能解开吗？怎么解？杀我？杀你？是。我不杀，我会用律法。司要卿把你教得太好了，律法救不了你。48小时后我开门，你跟我回神域。我不去。你不去，符离州会被深渊吞没，所以你只能跟我去。没有第二个选择了吗？或者杀我？沈宗师呢？我师父去玄字0014号房间了。他会回来吗？少招我师父！救救他！救救他！好了，他会变色。又来一个变色龙人。我去阴族祖庙，现在就去。不行，现在只剩我们，你这个时候去，排明了是涉险。我父亲今夜3更1刻，心脏就要被彻底剥离。我去祖庙可以阻止。怎么阻止？拿走母亲遗留的蓝光，把它送回给父亲。你的这道蓝光，你是要把它剥离？那你呢？如果这光是你的生命之源，剥离之后你会怎样？剥离之后，我就成了一个普通的阴族小孩。那我陪你去。翠玲，你母亲在里面。是。24个时辰的死线已经过半了，剩下12个时辰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要起诉他。现在吗？你要以什么名义起诉？以特别推官府的名义起诉。我要让那座腐烂的推官府公开审判他自己的判官。来得及吗？3更1刻，只剩不到1刻了。别急，越急心越乱。我们是来救人的，你以为是野营？谁说是我要吃了？嘘，
这2位祖宗要是饿得叫起来，你爹可真没救了。对啊，我怎么把这2个小家伙给忘了？他们可比罗英明和罗墨清厉害多了。仪式就要开始了，我们的救人行动也要开始了。动手！他们比想象中的还要强。一天吃100斤牛肉的祖宗能不厉害吗？住手！不要伤害我姐！翠玲，躲开！我要收了她！苏浩，停下！再这样下去，你的命会和他的光连在一起，你会变成狗哥的！我没事，别过来。你还要把所有的蓝光都转给他吗？你知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？我还有一点，够了。苏红，是你吗？爹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真好。小心身后！罗一鸣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还是不因为张基德那张纸条。你师父发现回去后，看到张基德死了，你们俩也失踪了，都快急疯了。师父怎么样？好，很好，保证有精力把你骂个狗血淋头。你们就算回来了，苏松呢？师父，陈彦科和苏红去慈玉堂找陈老爷子了，那边养伤更方便。骗子，根本没想要骂我，害我担心了一路。别高兴得太早，你师父现在忙着呢，过几天有你好看。这状本写的古怪，起诉方与被诉方都空着，这到底是谁起诉谁？庶民审决，起诉殷族推官府庭主沈夫人。沈夫人，我没过这个，她是谁？我母亲。这，您母亲不是30年前就随着开门派的覆灭失踪了吗？她躲在司孝卿的身体里，整整苟延残喘了30年。这种疯话，判官怎么可能受理？他会同意的，因为他想见我最后一面。沈宋师，我已经不是宋师。你今夜要开堂，依据呢？民政典第32条，任何庶民可对滥用职权者提起公诉。今夜3更1刻，公堂开审。好，我亲自审。本案庶民沈哲起诉殷族推官府庭主沈夫人，开堂。本案庶民沈杰起诉殷族推官庭主沈夫人，开堂。被告，请确认身份。沈夫人。身份？殷族推官府庭主。我以殷族推官府庭主出堂。大人，
被告是30年前人推相府判官，30年前他伪造死亡，把灵魂躲进现任判官身体。30年来，他操控判官，画红线，牵出库丹，伪造文牒，清洗异种族，囚禁勇士父亲，目的是双向打开门，把浮离舟卖给深渊。我不否认，我只是痛心沈直是我女儿，所以我把锁脉咒也下在她身上。开门那一刻，她会跟我走。我不走。你不走，浮离舟会被深渊吞掉。我不走，浮离舟会有人活下来。时间快到了。四角青又想使什么招？这个家伙被关起来还阴魂不散。罗大人，物归原主，司契卿已倒，您官复原职了。拿着吧，这是你应得的，也是你该承担的。这是陈太临走前我让他安排的。这个时候，他应该已经带着孙女逃到妖界了吧？司孝卿要开门，要2颗心，一颗昨天救出来了，另一颗还等着你去救。人呢？犯人资料呢？查到在哪儿见没有？大人，安全库刚被私自要清的人放了火，所有的犯人资料全被销毁了，根本查不到啊！该死！该死！死要清这个老狐狸！封锁消息，烧毁卷宗。你的鼻子。好了，老鹰捕师给的药，不然我过来干嘛？大哥，就在这道暗门后面。哈哈，时辰已到，取信。还好来得及。怎么可能？时间到了，为什么没有动静？因为你千算万算，没算到你眼里那些用来开门的钥匙，每一个都有人守护。你想要开门，需要2颗心。第1颗，我早就派罗一鸣去暗牢深处，把你关押了3年的苏长风救了出来。父亲还活着，他得救了。至于第2颗心，程砚科，罗墨清也在今晚将他秘密转移到了绝对安全的地方。2颗心都在我手里，没有这2颗心，你拿什么开门？好，很好，不愧是我的女儿，这一局我输得心服口服。可惜外督察使陈大人3天前丢了印，连夜逃去妖界了。唉，不然今夜主审的本应是他。师父，你娘认输认得这么干脆，会不会有后手？有后手又如何？今天在这大公场上，是国法审判他，而不是他操控国法。大人，证据确凿，被告已供认不讳。庶民审决，请求按浮离州律法，我请求依据浮离律典第41条，将此人终生关进悬自0014号房间。师父小心！师父，我好想再见我爹一面啊，就差一点点，翠玲还是
没能见到他。翠莲，你看着我，你再忍一忍，就一会儿，罗一鸣马上就把你父亲带过来了，你听到没有？你等了他3年，不能差这一时半刻呀！苏翠玲，这是师命，我命令你把眼睛睁开，不许睡。罗一鸣，抓住他，给翠玲偿命啊！谁派你来的？判官令。判官前几天就被抓起来了。前判官令，执行30年前的备案令。还有最后一个刺客，目标是谁？空白的，我看不出来。但是空白下方有一道淡淡的荧光。苏恒，还有一个刺客，不知何时出手。目标是你。我守他，爹守你。需要巡防局。我留下。我明日辰时开堂。你一个人去？罗墨清陪我。我是替身。师父，你看了？你不是我母亲，不是，你是她的影子。那真正的我母亲，30年前已经死了。那30年前另一个齐虚宗是谁？是你恩师。30年前，真正恩师就是真正判官，是上一代启书宗最后一人。你母亲是上一代何书宗最后一人，而你则是新一代。他是20年前送苏恒父亲去选自0014号房间的人。苏恒父亲20年前神域出来扶驴的勇士，凡名陈彦科，做务所司令官，娶殷族大祭司女儿生苏恒。他是17年前御前苏翠玲0014官令的人。空白令不枉当勇士。3年前苏长风查到0014，他填明关入更深牢府。他是今日发刺杀苏恒令的人，他是司药琛。他亲手伪造你母亲的死亡，他亲手把你母亲的灵魂封进我身体。老阴捕食只看到一半，母亲灵魂却在他身上。但法尊术灵魂传音的不是母亲，是司药卿记我名。30年前母亲炸死时，你还在他腹中。你出生那年，司药卿容不下你，我替母亲守了27年。老沈夫妇是我的叔叔婶婶，母亲把你寄到沈氏自己人手里。我恩师，他是真正的司药卿，可是他给自己改了名字，司药。改名之前叫什么？30年前，我替他做判官仪，前30年看守所刺杀令，下令都是他，我只是被所埋钉签子。他们叫那椅子首席推官位，司药卿。不是你，所以真正的司药卿在推官府以外。今日辰时，他会出现在公堂。他动手了。
果然，到最后还是被你灭了口。银石3克。本卿亲审。本案庶民审决起诉沈夫人，继续。大人，我撤回起诉。为何？被告不是真正凶手。真正凶手是谁？是你！孩子，我教过你的第一条规则就是：公堂上凡事要讲证据。我有。那就拿出来。1. 30年前真正企图宗最后一人是您。第二，20年前从神域抽调勇士入符离，给他套上部座司令官陈延科梵名，让他与阴族大祭司一脉女儿重婚。第三，17年前御签，3年前激活苏长风被关令，都是您。第四，昨夜发刺杀苏恒令也是您。第五，所有选自001-4号出库当签字司玉清是您。第六，老阴不是辨认的母亲灵魂传音，是您借替身名义伪造，让我以为是娘在喊我。过去30年，所有签司要清的文定，签字是替身的手，意志是您的。孩子，证据。证据1 ，30年前官府备案令。证据2，替身临死前的讲述。司要清。证据3 ，30年前玄自0014号旧档。证据4，袖章淡蓝石头矿脉溯源。证据5，今日卯时3刻抢首席推之位，您亲自当首席推官，是要在我开口前宣判我诬告罪，让我永远闭嘴。孩子，哼，你长大了。师父，你承认吗？承认，但是你还有最后一步走不通。苏环在哪儿？沈爵，你刚才说那么多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沈夫人昨日已死在牢房当中，按本州律法，被告既死，公诉自决。你还要起诉谁？我还要起诉你。依据特别推官府律典第91条，首席推官有权拒签，起诉权在你，可立案权在我。符离律法刑诉编第3条，审判官若为本案被告或有利害关系人，必须立即回避其行政、审判之权，当堂移交复审。你是被告，必须回避。今天这字你签不签，都得交出来。我现在是弗兰最高长官，我说不回避，有谁敢逼我？
放肆！推官府重地，岂容尔等刁民作乱！来人，我看谁敢动，法理昭昭，百姓鸣冤，何罪之有？你们的俸禄都出自百姓口袋，现在却把刀口对准他们，良心上过得去吗？罗一鸣，抗命不尊，当堂咆哮！本官现在就摘了你的乌纱，给我拿下！公堂可不是你彻野的地方。司玉清，你当年教我公理为重，现在你就在当着我的面动用强权，在公堂上杀人吗？到底还有没有公理了？你还明白吗？我就是公理。谁说扶余的公堂上没有天理了？谁敢在这公堂上代表公理了？陈太，你不是逃到妖界去了吗？我到了妖界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？司耀卿，陈某身为督察，有纠正法纪之职，有你这样的人在，我不得不回来。是我的错，你既然弃职潜逃，我应该早点找人接任。可惜，你觉悟的太迟了。审决，由于首席推司司教卿为本案被告，依法实行强制回避。本督察今日正式代掌此堂，接下你起诉司孝卿一案。审理开始。我是被告司孝卿30年来伪造文件，勾结申冤，清洗异族，罪不容恕。本督察今日以俘罗州律。陈太，你先别急着宣判，你是不是忘了这福禄州立州以来的死规矩？以庶民身份，以下犯上起诉首席推官者，即便赢了，这辈子也绝不能再当宋师，终身剥夺执照。我的执照早在此案开堂前，不就被司耀卿大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吊销了吗？不一样，那是司耀卿做的恶，是构陷。等这一局赢了，一句话就能帮你把差执照补回来。可你今天要是以庶民之身赢了他，这条铁律就会发酵。那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，谁也改不了。你的宋氏执照，这辈子就真的永远再也补不回来了。我宁可这辈子不再当宿士，也一定要告，一定要赢。我告他，不是为了我个人的荣辱，更不是为了一张宋诗的牌匾，我是要让这福兰州上下看看，强权夺不走人命，黑手遮不住苍天。为了死去的崔礼，为了这福黎州万千活下来的百姓，更为了这大公堂上法律最后的尊严。本督察今日代天执法，宣判被告司孝卿罪名成立，没收其所有关节，收押死牢，择日依律处斩。司
子莲，你听到了吗？我们赢了！夜神宗师为扶离州立不朽功名。不准跪！我没做什么，沈宗师，不要退！他们跪的不仅是你，更是法理是公正。